海军辽宁舰编队前出西太进行远海训练，走一路练一路，连续多天起降歼15，在练什么？编队阵容历年之最，5区1户1补随行护航，有怎样考量？我觉得它应该是迄今为止辽宁舰编队最接近经典的这个航母战斗群编队组成的这么一次这个演练。各型舰艇武功超群，如何发挥带刀侍卫作用？这次远海训练可以进行各种体系化攻防演练，包括对远距离陆上、海上目标发动空袭，以及对空中、水下、水面来袭目标进行拦截。美日上演唱双簧戏码，意欲让美军中程导弹部署入驻日本，将给地区局势带来多大影响？Слава нашим доблестным вооруженным силам! За Россию! За победу! Ура! 俄罗斯举行大规模胜利日阅兵，备受瞩目的红场阅兵有哪些看点？俄乌冲突仍在持续，俄罗斯红场亮剑向外界传递什么信号？这次的这个大阅兵啊，其实啊就是俄罗斯啊，他要什么主动的去这个宣示自己的决心。现在呢，一定要打赢这场仗，打赢这个俄乌特别军事行动。和各方消息，这次辽宁舰航母远海训练编队下辖8艘舰艇，分别是辽宁舰航母、05型驱逐舰南昌舰、052D 型导弹驱逐舰西宁舰、乌鲁木齐舰成都舰、052C 导弹驱逐舰郑州舰、054A 型导弹护卫舰湘潭舰和一艘901型综合补给舰乌伦湖舰，其规模为历年之最。尽管海军发言人已经强调，此次远海训练不针对任何一方，而被调侃为解放军御用摄影师的日本自卫队又紧张地上线了，派出包括出云号航母、P1和 P3C 巡逻机在内的海空力量，对中国军舰进行警戒监视，并拍下照片对外公布中国军舰的动向。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称，辽宁舰航母编队5月2号穿越冲绳本岛与宫古岛间海域南下驶入太平洋，从5月3号到6号一连4天在太平洋演练舰载机起降。日本方面，他也在这个过程之中去验证自己的情报收集啊，包括这种大面积的这个海域情况感知能力啊，这种训练，所以你可以视为它也是一种实战化的训练啊。那么至于我们说它的这个出云号，出云现在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一个这个明星舰啊，那么它为了证明日本也有航母，那么当然也是试图要把这个出云跟这个辽宁之间有一个对比，所以我觉得这个日本方面的这种上蹿下跳也好，或者我们称之为大惊小怪也好，也有军事上实际的考虑。有分析指出，辽宁舰航母编队出海之前已经拟好训练科目和内容，会走一路练一路，不会受到外界干扰。日本舰机的抵近侦察反而能够增加训练的实战背景。这次这个编队呢，我个人认为啊，比过去的编队，我们说除了规模更大之外，那么它的配比，其实我们看得出来，它考虑了驱逐舰和护卫舰的这种搭配。那么考虑了这个整个驱护编队怎么样在航母战斗群中各司其职的问题，那么他也考虑了中国海军现在052系列、052C、052D， 那么不同的这种舰型在这个整个编队里的搭配。海军8艘水面舰艇强大阵容组成辽宁舰航母编队进行远海训练，备受关注。那么这一阵容出海可以演练哪些内容？各型舰艇又分别充当怎样的角色呢？我们先来看航母编队的核心辽宁舰，满载排水量约6万吨，能够搭载20多架歼15舰载战斗机和一定数量的预警、反潜、搜救型舰载直升机，在远海可以进行全天候的舰载机起降、空中战术训练，提升舰载机的作战水平。不过，航母主要是作为舰载机的搭载平台，自身防御能力比较薄弱，要充分发挥航母战力，就不能单打独斗，必须要有其他驱护舰的保驾护航。
这一次共出动5艘导弹驱逐舰、1艘护卫舰和1艘补给舰，是海军航母编队迄今展现的最强阵容，说明海军航母编队的训练在体系化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有军事分析家习惯用垂直发射单元的数量来衡量现代海军编队的火力程度。055型南昌舰112个，052D 型西宁舰、乌鲁木齐舰、成都舰各64个，052C 型郑州舰48个，054A 型湘潭舰32个，总共384个垂发单元，而且多为通用型垂发装置，可发射防空、反舰、反潜导弹，火力非常强大。由此判断，这次远海训练可以进行各种体系化攻防演练，包括对远距离陆上、海上目标发动空袭，以及对空中、水下、水面来袭目标进行拦截。比如在防空作战当中，可以通过队形变换，辽宁舰航母呼伦湖舰补给舰在内圈，其他6艘驱护舰在外圈，构筑多层防御圈。最外层为歼15舰载机，中间层为驱护舰搭载的中远程防空导弹。这2层呢，主要是为整个编队提供防空保护伞。对于突破前2层防御的少数漏网的敌空袭兵器，则由各舰装备的近程防空导弹、多管小口径速射炮、电子战系统等负责拦截、诱骗和干扰，这样就可以从上百公里开始对空中来袭目标进行多层防御。在反潜作战中也是如此。通过驱护舰装备的拖曳阵声呐、舰首声呐，以及舰载直升机装备的吊放式声呐、雷达、磁探仪等多种搜潜设备，对大范围海域实施搜索。一旦发现水下威胁，再由反潜直升机和舰载反潜导弹、鱼雷、火箭申弹在不同的距离对水下目标进行打击。在反舰作战中，不仅是歼15舰载机能够携带反舰导弹对敌舰发起攻击，而且编队中的驱护舰也都装备有性能先进的反舰导弹，特别是驱逐舰装备的远程反舰导弹性能尤为出色，让整个航母编队具备对敌方水面舰艇编队实施饱和攻击的能力。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万吨大驱南昌舰在编队中还能充当防空、反舰、反潜作战的指挥舰。这样一来，航母指挥官就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舰载机作战方面，从而提升整个编队的综合战力。可见，随着海军新式作战舰艇的接连服役，航母编队的阵容不仅数量提升了，质也发生了改变，更为自信地走向深蓝。根据辽宁舰服役以来的多次远海训练，可以发现每次的编队编程都不一样。实际上，这也是国际惯例。以航母运用经验最为丰富的美国海军为例，冷战时期，他们为了夺取大规模海战胜利，根据任务需求，配备数量不等的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组成航母战斗群。冷战结束后，没有苏联这个主要对手后，航母战斗群的规模开始不断缩水，护航舰艇的种类也在不断简化。2003年，为提高航母的快速反应和部署能力，根据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第3501.65D 号令，宣布取消带有固定编制表的航母战斗群编制，代之以不设固定编制表，根据需要临时编组舰艇的航母打击群。也就是说，航母打击群的规模、舰艇种类变得更加灵活。例如，在低威胁海域，航母打击群不仅护航的水面舰艇数量少，就连攻击核潜艇都可以不要。至于快速舰队综合补给舰，更是成了可有可无的存在。因为美国海军有遍布全球的基地群，以及数量可观的舰队游船、干货、弹药补给舰，能够对航母打击群进行有效补给。以目前正在菲律宾海附近巡逻的美国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为例，它下辖5艘护航舰艇，包括1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和4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评论员白梦辰表示，中国海军目前正在根据自身的特点和未来作战用途的定位来研究航母战斗群的编程，包括是不是满足中国海军的需要，能不能适应中国海军未来作战区域的特点，
那么这个呢，我觉得要通过这个实战化的演训，那么再进行这种具体的调整。那么还有呢，当然就是造船，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够建造这个包括航母战斗群这种各种相关舰艇的一个完整的编队。那么这个方面的能力，可能现在全世界我们说基本上只有2个国家能够完整的建造这套体系，而且真正能够同时装备航母、大型驱逐舰或者巡洋舰，然后驱逐舰、护卫舰、综合补给舰和潜艇的国家，可能现在弄好只有1个。近来，蔡当局也在对解放军的例行军事训练进行炒作。根据海空军发布的所谓西南空域空行动态，5月6号绕台的解放军军机包括1架运8反潜机、2架空警500、2架轰6轰炸机、6架歼11战机、1架运8远干机、6架歼16战机，整体数量有18架。7号晚上，台空军又公布当天有5架次解放军军机进入台湾岛西南空域，包括1架空警500预警机、1架运8远干机、2架轰6轰炸机，另有1架运8反潜机从西南空域进入台湾岛东部空域。岛内还有人联想到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在西太平洋进行舰载机起降演练，认为态势并不寻常，很可能是在对西太平洋的假想海上大型目标发动前行攻势。这个台湾是一个岛，所以它的这个岛的西侧和东侧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那么过去呢，台湾岛上的一些以武拒统的政治人物、军事人物经常会讲，它的这个岛屿的东面应该来讲是敞开的太平洋。那么他认为这个美国方面的支持有可能会从这个方向出现，但是如果说航母战斗群到达了台湾岛的东侧，从东侧启动这种海空一体化的攻击的话，就让台湾岛上的一些这个试图以武拒统的人感到很大的压力。那么这个其实我觉得跟日本一样，就是如果你心里没鬼的话，那这种正常化的训练不针对任何的国家和地区，但是呢，怕就怕有些国家和地区呢把自己带入了相关的角色，那么他觉得这个就是针对他的。日前，海军辽宁舰编队迁出西太进行远海实战化训练，此次阵容非常庞大，除了辽宁舰航母，还有5艘驱逐舰、1艘护卫舰、1艘补给舰。请教一下曹先生，您觉得这次阵容安排有什么样的特点？此次远海训练会练什么呢？这次航母编队出去之后呢，无论是驱逐舰还是护卫舰，它都是我们人民海军呢新型的装备，比如说055型的导弹驱逐舰呢，052型的这个导弹驱逐舰啊，包括054型的这个护卫舰，要通过这样的远海训练呢，检验我们这些新装备啊，它在远海的时候啊各种能力。那么当然也是检验我们人民海军这个官兵啊，他掌握这种新装备的能力啊。当然，这次远海训练呢，可能还有一些要训练的这个与以往有所不同。第一呢，就是它的耦合，就是战与训的耦合，因为我们特别强调呢，就是未来的作战和现在的训练要紧密的结合，要能够灵活的转变。所以你看，它增加各种各样的装备，实际上是为了未来的这种作战，它必须要保证自己啊，就航母在远海的时候要能有比较好的防空能力，比较好的对海作战能力，比较好的搜潜能力。所以它用的这个驱逐舰和护卫舰的数量是有所增加的。第二个呢，它是一种远海的训练，不仅仅是要观察水面、空中还有水下的这个敌情，而且还要和这个大自然呢。也就是这个海况和自然的环境，那你要来适应，你要来训练。所以我们看到呢，它这次还有这样远海训练的任务。当然，通过我们新装备的检验，它也可以进行相关的就是红蓝对抗啊，就是设置假想敌啊。我想呢，在他们训练的过程中，可能还有一些外国的军舰、飞机呀，对编队进行抵近侦察，所以这个也要很好的应对。通过这样的远海训练呢，可以检验我们人民海军官兵啊，在远海的时候，在新的这种能力，也就是航母编队啊这样的能力情况下啊，它到底能够完成哪些任务？所以也是很好的这种检验和训练。据日本媒体报道，自卫队派出海空力量紧盯辽宁舰编队。事实上，海军每次远海训练，自卫队都会进行抵近侦察，甚至被外界嘲讽为御用摄影师。请教一下秦先生，日本此举试图获取哪些解放军情报呢？实际上真正从
他能侦查出的情报，实际情报来说，我个人认为，单从画面，就比如说你拍一个画面或者拍段视频，基本上他看不出来什么。但是，他如果要动用一些侦察机啊，或者是动用其他一些侦测手段，他可能看出什么呢？比如说啊，如果这个舰船或者这个潜艇内部有一些改进，它可能发动机啊，或者它综合发出来的噪音会降低。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舰船的综合的噪音特征会有一些变化。那么日本人可能就通过一些侦察设施啊，通过声呐啊等等，对你这些噪音的声音的一些信息进行收集进行比对，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电磁信号有可能会有改变，比如你这个军舰或者航母上，你有些雷达呀，或者有些电子对抗装置有一些变化，你发出的这电磁波有改变，那么它收集这个电磁波之后，它有一些比对看你是不是有些改进，跟过去有什么不同。这个反倒是一些外表看不出来的地方，它也许能搜集到一些它所谓有价值的信息。日前，美军智库发布报告，大吐苦水，声称美军希望在印太地区部署中程导弹，却得不到地区盟友的支持。紧接着就有日本政客出来怂恿美国在北海道部署导弹。那么美日这一唱一和是早有勾连，还是各有算计？美日紧锣密鼓研发中程导弹，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怎样的安全风险？5月2号，美国顶级智库主要为美政府和军方提供服务的兰德公司发布一份研究报告称，美国为了应对所谓中国威胁，一直试图在印太地区寻找基地，部署陆基中程导弹。不过，这一计划现在看来可能无法实现，原因是该地区的盟友都不太可能与其合作。报告分析指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5个盟友——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韩国和泰国，出于国内政治考量以及对华经济贸易联系，都不太可能愿意在本国部署陆基中程导弹。有观察认为，对于美国的一些盟友而言，虽然在个别民主、人权议题上会跟随美国起舞，不过一旦涉及重要安全问题，这些国家的政府还是会保持清醒。美国愈演愈烈的对华政策对抗正在为全球带来越来越多的政治和安全风险。美国的盟友不想成为美国战略的牺牲品，而美方刚抛出话题，就有日本政客出来跟帖抢沙发。5月3号，日本自民党外交部会长佐藤正久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活动上鼓动，应在北海道部署美军中程导弹，以牵制中俄潮。他给出的理由是，相较而言，北海道居民对自卫队和美军友好，且对俄罗斯的担忧正在变强。在具体方案上，佐藤还称，美军可以在北海道的自卫队演习场部署防区外导弹系统，希望导弹系统的射程可用于防卫日本西南诸岛，并且具有向西日本移动的能力。佐藤正久是日本自民党内颇有影响力的右翼政客，在反华议题上一贯表现激进，尤其是涉台议题。在他的推动下，岛内民进党和日本自民党之间已经举办过多次所谓政党间2+2会议，是绿营势力眼中的红人。如今又公然怂恿美方在北海道部署导弹，引发日本舆论批评。日本网友纷纷留言，像这种傻瓜3番5次的挑衅其他国家，结果只会引来战争。日本政客这次的表态的话，虽然还是大体上是还是鼓吹在日本部署这个中程导弹，但是跟以前的说法略有些不同，因为他这次是在提出建议在北海道部署中程导弹。那么北海道那个地方的话，其实最靠近的地方的话是俄罗斯，应该说是跟风吧，因为最近是俄乌在那边打仗。那么这个时候的话，美国除了自己这个给很多援助给乌克兰之外的话，他也要求他的盟友也出点钱给乌克兰，说要防御俄罗斯嘛。那么日本的话可能有这样一种想法在里面，他就是说，你看我自己也在防御俄罗斯呢，我能不能以后这个出钱给乌克兰的时候能不能少出一点，因为我自己也在花钱了，可能他是这样的想法。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一旦同意美军的中程导弹可以落户日本，就没那么简单了。
根据美俄此前签订的中导条约规定，美俄应销毁射程介乎500至1000公里的近程导弹，以及射程介乎1000至5500公里的中程导弹，包括陆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以及相关的运输发射平台。2019年8月2号，美国单方面宣布正式退出，中导条约也随之失效。没有条约的限制之后，美军就开始大力发展陆基中程导弹，并不断炒作要部署到印太地区。8月20号，美军就进行了一次战斧巡航导弹地面发射试验，导弹攻击了500公里外的目标。12月，美空军又试射了一枚射程超过500公里的陆基中程弹道导弹，但没有公布详细细节。另据美媒报道，美海军的标准6导弹已经正式上岸，被陆军选中用作中程弹道导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正在为陆军开发一种精确打击导弹系统，其基本型号的射程就可以达到480公里以上，改进型号的射程可能会更远。与所有陆军的装备一样，新型导弹系统也将是地面机动的，会使用海军的战斧巡航导弹和标准6导弹。战斧的射程至少有1600公里，能够摧毁移动中的战舰以及地面指挥中心等固定目标。而标准6是一款防空导弹，海军和陆军正在扩大其作战应用，将可以打击地面目标。上个月，美陆军还在2023财年预算中将机动中程导弹项目群更名为战略中程火力，以期在2023年前将战斧导弹和标准6导弹的海基发射器集成到卡车上。美陆军还计划发展4个战略中程火力导弹连，每个连配装8枚战斧导弹和8枚标准6导弹。据悉，战略中程火力将作为美陆军多域特遣部队的一部分，在打击对手纵深高价值目标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此外，美陆军还在研发暗鹰陆基高超音速导弹系统。日本每日新闻报道，美陆军参谋长詹姆斯·麦康维尔近期表示，射程超过2500公里的远程高超音速导弹发射系统已建成，准备工作正在位于华盛顿州的基地进行，预计在2023年底之前部署。美军将利用 C-17大型运输机在离岛和较远地带灵活使用导弹，尤其针对中国在东海、南海和台湾海峡的军事活动进行牵制。美国部署的中程导弹的话，在去年和前年的话都已经做过一些这个小规模的测试或者说是训练吧。就是说它在这些日本的岛屿上会部署那个叫暗鹰的一种这个陆基超远程这个导弹系统。那么它现在有超高速版本和亚音速2个版本，现在还没有研制成功。但是这种导弹的话，应该说是美国如果是在日本部署导弹的话，它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它是陆基的，而且是全部是机动的，就可以用运输机把这个发射车和这个导弹运过去，然后半天之内就可以完成这个部署和发射这个过程。那么最有可能就是它。目前，日本自卫队还在距离台湾岛仅有300多公里的石垣岛上加紧施工建设导弹基地，预计在年底前会有500至600人规模不等的日本导弹部队部署在这里。从地理优势考虑，石垣岛显然是美日干预台海局势的重要阵地。根据日本媒体此前爆出的美日新联合计划草案，主要内容就是当钓鱼岛或台海发生紧急事态时，美军将会利用日本西南诸岛的地缘优势进行兵力以及导弹部署，以增强对于局势的进一步干预能力。日本这个西南的这个诸岛的话，这肯定是日美这个同盟的地理上的便利性的，因为这个岛屿的话，离我们这个前出太平洋这个出海口的话，等于是距离很近，没有特别宽的海峡或者没有这个开阔的海域。那么它这个地方的话，要么部署雷达，要么部署岸舰导弹，这些话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阻碍。现代舰船副主编蓝云海指出，即便美军在日本西南诸岛部署导弹力量，由于生活条件恶劣，也不会进行常驻，而是在有事时进行紧急部署。因为他去年和前年的演练的话，原来这个地方的话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空房子。那么美国演习一开始，那么C-17这个大型运输机一架的飞机过去，把这个导弹系统运过去，当然是一些卡车或者一些那个发射车运过去以后，半天把它组装好，这完成了。
它以后可能也会是采用这种模式。就是说平时的话，它那地方是没有驻军的，但是如果是有战事或者危机，这个国际形势比较危机的时候的话，美国可以很快的部署到那里。不仅如此，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报告还鼓吹要帮助日本发展陆基反舰防区外导弹的能力。其帮助日本发展远程岸舰导弹，真实目的就是变相让日本拥有中程导弹，从而使日本在美国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事实上，日本多年来一直试图拥有具备先发制人打击能力的中程导弹，此前还曾希望直接从美国购买战斧巡航导弹，但是最后是没有谈成。一方面是美国对这个攻击性的武器，在那个时代的话，他对攻击性武器输出到日本还有些疑虑。另一方面的话是当时日本买这个导弹的意愿也不够强烈，那么最终所以就这笔军售就算了。那么现在的话，一个是美国对日本这个攻击性武器的这个装备限制的话，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强了。但是另一方面的话，日本呢这边他也不想这个花太多的钱去直接购买整套的这个美式装备系统，所以他是现在要求想有这个想法，就自己研制这种超远程的导弹。